眼前这只狗狗被人称为野兽，全身被污垢杂乱的毛发覆盖。如果不说，你能看出来它是一条狗吗？小姐姐刚发现它的时候，狗狗正披着满是污垢的毛发满大街乱跑，第一眼还以为城市里跑进了一只野兽，仔细观察后才看出来是一只狗狗。小姐姐看狗狗可怜，试图伸出援手，可狗狗似乎对人类非常警惕，转身就逃离了这里。无奈之下拨打了救援组电话。救援小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老远就看见了躲在树后面偷看的狗狗。狗狗邋遢的样子着实把小哥惊到了，狗狗似乎也察觉到小哥投来了目光，接着转身匆匆的逃离这里。这只邋遢狗狗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一路跟踪，发现狗狗来到了一片小树林，来到一棵粗壮的松树旁趴下，晚风吹动着它杂乱厚实的毛发，狗狗也安静了下来。似乎这里可以让他感到无比的安心。为了搞清楚狗狗背后的故事，救援组决定走访附近的居民，希望可以打听到狗狗的来历。在知情住户口中得知，6年前狗狗就被遗弃在了这里。一位大姐说，应该是大老远跑来这里丢弃的，因为这样狗狗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就像前面的游艇码头一样，人们在那里倾倒了很多垃圾，而狗狗不也是像垃圾一样被主人无情的丢弃在这里吗？看到这，你想给坏蛋帮帮200拳吗？6年的流浪时间，狗狗被路人当成了野兽，用爪子不停地抓挠着厚厚毛发之下瘙痒难耐的皮肤，光看着就觉得痒和难受。也不知道狗狗是如何坚持下来的。通过观察，小哥发现了奇怪的一幕，无论狗狗怎么在周围徘徊，即使跑到很远的地方，一定会在固定的时间段回到那棵松树下，然后安静地趴在树下，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。小哥猜测这是他被主人遗弃的地方。天真的狗狗或许以为只要老实待在原地不乱跑，主人还会回来接它回家，就这样傻傻的在这等了6年，看得令人心疼，觉得狗狗可怜的请扣999。就在这时传来一位女士的呼喊声，狗狗激动的站了起来，狂奔而去。原来是一位红衣大婶。狗狗看见大婶很是开心，激动的摇着小尾巴跟在大婶身边。难道大婶就是它的主人吗？大婶说自己并不是狗狗的主人，自己也是几年前买菜路过发现它的，看狗狗实在太可怜了，就经常带一些食物过来喂养。曾经也想过把狗狗带回家中收养，可狗狗似乎并不想离开这里。即便它已经喂养了狗狗几年，但狗狗对人类警惕心依然很强。大婶还是无法近距离接触狗狗。现在正是炎热的夏天，天气也会越来越热，狗狗全身被污垢和毛发遮盖，看着都觉得热得难受。大婶很是心疼和担心，和救援组商议后决定对狗狗展开救援。接着在狗狗最喜欢趴着的松树下布置好铁笼，再由大婶出面将狗狗引诱进去。狗狗似乎对大婶很是信任，确定了大婶就在一旁，没有丝毫犹豫走进了铁笼。在大伙的通力配合之下，救援抓捕行动异常的顺利。看着笼子里的狗狗，大婶感叹，这是几年来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它。来到医院，首先要将狗狗杂乱的毛发剔除，堆积了6年且被污垢纠缠的毛发可不是轻松的活。店里2位工作人员相互配合，经过长达1个小时的努力才将毛发剪下，随之而去也是狗狗6年痛苦的时光。狗狗露出了自己原本的模样，是一只灰色颜值超高的帅狗，和之前邋遢的样子做对比，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同一只狗狗。接下来医生给狗狗做了全面的检查，除了有一些皮肤病外，整体状况很好，这都多亏了好心大婶几年来的照顾。经过几天的治疗，狗狗恢复了健康，此时看着门口翘首以盼，等待那个将要带它回家的新主人。没错，正是那位照顾它几年的大婶来了，她早就想带它回家了。看着眼前大变样的帅气狗狗，大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停地爱抚着狗狗，承诺今后一定让狗狗快乐起来，让它早日忘掉那段担惊受怕的流浪生活。在此祝愿狗狗和大婶今后可以健康快乐。让我们给坚强的狗狗和好心的大婶点个赞吧。如果你觉得视频里的好心人做得对，请在评论区打出好人一生平安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持续分享更多精彩的故事。院子突然被挖出了个大洞，房主看见了刚要发火，就见自家狗狗阿珍微笑着从洞里爬了出来，让人一头雾水。阿珍放着温暖舒适的狗窝不住，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都会坚持住在洞内，这让女主十分担心。有时候趁狗狗不在，女主尝试偷偷的把洞给填平了，可一转眼，阿珍就会重新把洞挖出来，甚至一个洞口还不满足，这几天又在另一边挖了个洞，接着她从这头挖到了那头，愣是挖出来一个隧道。可狗狗为什么有家不回，非要住在这阴暗潮湿的洞内呢？无论怎么劝都劝不出来。女主说自己也是一头的雾水，自己从来也没有虐待它呀，因为她已经养了阿珍好几年了，平时就像家人一样。并且狗狗在洞里的时候，对于接近的主人并不抗拒，甚至每次都微笑面对主人。为了查清原因，女主请来了村头卖麝香的小刘帮忙。小刘将内窥镜伸进神秘的洞内，顿时惊呆了，洞里面居然有几只眼睛还没睁开的小奶狗，看样子刚出生没多少天，并且数量还不少。女主脸上写满了震惊，接着亲自趴在地上往洞里掏，将小奶狗一只接着一只从洞里取了出来。拿到第6只时，阿珍堵在了洞穴里面，女主一把把狗狗拽了出来，发现洞里居然还有一只小奶狗。在阿珍阻止之前拿出了最后一只，一共7只小奶狗，眼睛都还没有睁开，一个个长得白白胖胖的，认为小狗们可爱的请扣666。接着请来了兽医，兽医说小狗们长得非常健康，看来狗妈妈将它们照顾得很好。此时的阿珍趁所有人不注意，又将小奶狗们挨个叼回了洞内，可洞内又暗又潮湿，阿珍为什么这么执着将孩子藏在里面呢？女主也大概猜到了原因，原来曾经阿珍也生过孩子，那时候一家人在家里帮她接生照顾，后来等小狗们断奶后，便将它们挨个找人领养了出去。阿珍只知道狗狗突然不见了，
所以当她再次怀孕分娩后，担心孩子们会不会又离她而去，所以才会选择把孩子们藏在阴暗潮湿的洞内，不想被任何人发现。女主的丈夫得知此事，试图劝说阿珍带着孩子们出来，在温暖舒适的地方照顾。可阿珍就像在洞内生了根，无论怎么劝说，就是守在洞口不离开。善良的男主并没有强迫狗狗，他被狗狗的母爱所打动，接着在洞口的上方为狗狗们建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棚子，还承诺会好好照顾他们一家。最后祝愿狗狗一家今后可以健康快乐。让我们给有爱的狗妈点个赞吧，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只狗出现在白雪皑皑的灌木丛中，躺在雪地上被冻得瑟瑟发抖，眼神里写满了悲伤。它的身体早已被冻僵，可它必须要坚持站起来，因为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在等着它。就在1周前，这只白狗出现在公园附近，经常东张西望，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人。接着它爬到了围墙高处，直接躺在冰冷的雪地上，看着下面来来往往的人群，眼神里透露着悲伤和渴望。一位女士说，狗狗已经在这里7、8天了，每天就在花坛的附近徘徊，盯着每一个过往的路人看，特别是看到穿黑色外套的人，它就会一路跟在身后小跑，发现不是自己要等的人后停了下来，带着悲伤的眼神回头看去，就这样不断的寻找，又一次次的失望而归。就这样1周过去了，白狗仍然在趴在这里没有离开，身下厚厚的积雪早已被它的体温融化。女士猜测它应该是被抛弃的，非常同情想帮助它。可白狗很是警惕，不让陌生人接近自己。不知道又过去了多久，白狗已经被冻得全身发抖，最后沉沉的在雪地里睡去，看得令人心疼不已。好心女士和朋友用纸箱做了个简易狗窝，贴心的放了一个粉色毛毯，又准备了一些狗粮和肉罐头。可白狗趴在雪地里不为所动，突然它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。白狗打算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，却发现自己的后腿变得很僵硬，似乎迈出一步都很困难。最后还是坚持站了起来，因为他还要寻找自己的主人。第二天，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，他身上已经落了一层积雪，拖着冻僵的身体在公园里蹒跚走着。他仿佛忘记了寒冷和饥饿，目光无休止地追赶过路的行人，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找到主人的机会。但他不知道自己早已被遗弃，这终究是个没有结果的等待。即使夜幕降临在这座城市，他依然像个雕像一样站在这里，因为怕再次会被冻僵，都不敢趴下来躺着。鼻子上的雪花融化后又冻成了冰，眼里似乎含着泪水，即便这样也不肯离去。认为狗狗忠诚的请扣666。之前那位好心女士不放心过来查看，发现狗窝里的食物根本没有动，她很担心狗狗的身体，不知道小家伙到底饿了多久。白狗似乎很累很虚弱，蜷缩在雪地里沉沉睡去。女士明白，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，狗狗迟早有一天会永远的睡去。第二天一早找来了救援组帮忙，就在大家准备好前往营救时，发现白狗突然消失不见了，在附近找遍了都没发现它的身影。经过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昨晚有好心人看它可怜，想要带走它，结果好心办坏事抓捕失败，白狗被吓得跑到马路对面消失了，具体跑到哪里了谁也不清楚。接着救援组发动起来，在小区附近展开了地毯式搜索打听，最终从一位大姐那得知，今天早上遛狗的时候，有一只流浪白狗跟着自己，似乎对自家的母狗很感兴趣。经过一番协商沟通，大姐也愿意配合救援组对白狗展开救援。救援人员提前埋伏在楼道各个角落，大姐和往常一样带着爱犬出去散步，果然白狗很快出现了，正是救援组要寻找的狗狗。大姐用爱犬当作诱饵，一步一步将白狗引诱到了自家楼下。可到了楼梯口后，白狗明显有些犹豫，让所有人心头一紧。最终狗狗还是走了上去，面对陌生环境它很局促不安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的救援小哥抓住机会一把关上门，狗狗被吓得四处乱逃，直接一头撞在了玻璃上。室内的工作人员齐齐围了过来，狗狗想往楼梯上跑，却已经被提前堵住了去路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狗狗没有非常暴躁，出奇的乖巧温顺。接着就被送到了医院检查，医生也发现了狗狗对人类很是温顺，和之前营救警惕好斗的流浪狗不同，肯定狗狗之前是有主人的，也证实了它被人遗弃的事实，所以才在公园里徘徊四处找主人。经过一系列检查，狗狗除了身子比较虚弱和精气神不足外，没什么严重的大病。通过牙齿推测，在2岁左右，可能因为思念主人的原因，对提供的食物不吃不喝。之后那位好心的女士带着男友来看她，白狗似乎认出了这位好心人，甚至还吃掉了女士投喂的食物。她和男友都非常喜欢狗狗，最终他们决定领养这只忠诚的狗狗。白狗终于遇到了一个疼它爱它的好主人。最后祝愿狗狗今后可以健康快乐，让我们给忠诚的狗狗点个赞吧。如果你支持视频中的好心人，请在评论区打出好人一生平安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留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只小马走起路来姿势特别古怪，仔细观察才发现它的四肢有些畸形。小姐姐说这只小马天生残疾，就连正常的走路对它来说都十分困难，因此它和同样矮小的妈妈遭到前主人的遗弃。而小姐姐也经营着一家动物农场，她得知小马的遭遇后很是心疼，于是心生怜悯，将他们母子接到农场照顾。小姐姐的儿子一眼就爱上了这只可爱的小马，每天都会来农场里陪小马玩耍。很快一人一马就成为了最好的朋友，可看到同伴们每天都在草地上肆意奔跑时，总会让小马感到深深的自卑，甚至就连农场里的牛羊等都能跟随在主人身后。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像正常的马那样，去到宽阔的草地上自由奔跑，
可以时时刻刻跟在小主人的身边撒娇卖萌，而不是每天待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室内。不过好在她遇到了一个善良的好主人。小姐姐原本只想让小马在农场里安逸度过一生，但当她察觉到小马无比渴望正常行走时，于是联系了专业的医生，决定帮她。害怕小家伙第一次出远门会不适应，因此还特意把小马的妈妈也带上了。同伴们见状也都纷纷跑过来为他加油鼓励。或许这是小马生中第一次坐车，害怕的不停地在座位上动来动去，但他似乎也明白主人要带自己去看病，愣是不吵不闹，坚持了3个小时抵达目的地。一番寒暄后，医生便对小马进行了详细的检查。小家伙全程就乖巧无比地躺在床上配合着，但情况却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。医生表示小马四肢关节扭曲是天生的，想要靠自身力量奔跑起来的概率几乎为0，但这并不代表着小马这辈子都无法奔跑。可以尝试为小马量身打造一副义肢，至于最后能不能成功，还要看小马的适应程度。眼看只有这一种办法，尽管价格昂贵，小姐姐还是决定要尝试一次。于是医生便量了一下尺寸，为制作义肢做准备。可义肢的制作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，于是小姐姐只能先带着小马回到农场里，因为小马从未离开过妈妈这么长时间，估计另一边的马妈妈已经着急坏了。回家后的小马激动地凑到妈妈的身边，似乎在和妈妈分享自己快要恢复正常的喜悦。另一边，医生也开始进行制作义肢的工作。首先用石膏制作出一个仿真的假肢，接着用各种工具进行反复打磨抛光，尽量做到和小马四肢的尺寸完全一致。这样打造出的义肢就能完美贴合小马的脚，从而让它穿起来更加的契合和舒适。就这样1周的时间眨眼即逝，终于迎来了交付义肢的重要日子。小姐姐抱着小马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。小家伙听到后，开心的小腿不停摆动着，已经迫不及待要体验自由奔跑的感觉。随后小姐姐用身体紧紧抱住小马，防止它在安装过程中会乱动导致受伤。医生则拿出一只小心翼翼开始为它安装。过程中小马虽然感到一些疼痛，但它却极力在控制着身体保持不动，全力配合着医生的安装。经过20多分钟的努力，义肢被成功装好。小马早已迫不及待要尝试正常走路的感觉了，可他刚站起身子就有些东倒西歪。尽管他已经非常努力地保持平衡，却依旧无法站稳，更别说正常行走了。显然这次的义肢安装计划失败了。小家伙静静地站在原地，脸上写满了失望。小姐姐心疼地亲吻着小马，不断安慰着小家伙不要难过。医生被小马那强烈的行走欲而打动，决定再免费帮忙重新设计一次义肢。很快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医生拿着新做的义肢自信满满的来到农场。他表示这次一定能够让小马正常行走。小主人听到好朋友能恢复正常后，于是高兴地主动在一旁帮起了忙，望着小家伙那渴望的小眼神，只希望这一次别再让他失望而归了。由于有了上一次的安装经验，这次很快便将4肢义肢安装完毕。不过这次小马没有像上次那样急切的尝试，而是站在原地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他害怕希望会再一次转变成浓浓的失望。最后在主人不断的鼓励下，小家伙这才小心翼翼踏出了第一步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小马不仅能成功站起来正常行走，没想到适应一会儿后就能快速奔跑起来，这可把他给高兴坏了，撒欢似的跟在小主人身后跑来跑去，接着又马不停蹄跑到马妈妈的身边，跟妈妈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。小姐姐牵着马妈妈在前面行走，小家伙就迈着4条小短腿紧随其后。大家都为小马恢复正常而感到开心，就连农场里的马儿都纷纷跑来为他祝贺。小家伙终于如愿以偿，自由奔跑在草地上，能够和小主人一起开心的在户外奔跑撒欢。只是短短半天的时间，小马就已经彻底适应了义肢的存在，就连小主人都已经追不上他的步伐了。这也多亏了善良小姐姐的不抛弃不放弃，才给了小马重生的机会。当然也离不开小马自身那顽强不屈的意志力，在此不得不感叹，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性啊。不过看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搞明白，这种身材矮小胖嘟嘟的小马到底是个什么品种呢？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